刚从深圳回来，你自己观察现在中国的景气如何呢？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很像景气不太好，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你不看报纸，你就是这样子买一张飞机票，你飞去深圳，你走在街上，你去搭地铁，你完全是感受不到中国有所谓的萧条。随着2018年3月特朗普发动贸易大战开始，中美的关系就一直走下坡。到了2021年拜登上台，拜登其实还在持续着特朗普的贸易的政策，还在科技战加码，所以这个信号已经很明显，中国无论做什么，美国就是要把你干掉，就这么简单。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聊中国的经济。那么其实呢，中国它在扛过了特朗普 1.0 的贸易战之后，现在特朗普 2.0 来了。那中国是否能够扛得过呢？那其实中国现在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所谓的内忧外患。那么在内呢，中国的房地产的投资的狂潮，银行系统的这个大亏损，还有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等等啊，其实都是让中国的经济元气大伤的主要的几个原因哦。但是真的中国的经济有这么绝望吗？我们在过去的几集节目当中呢，其实很多来宾对于中国经济的现况以及预测，其实都是比较负面的啊。但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其实希望我们可以听取更多来自不同地方或者是不同的来宾的一些看法，甚至有人就要求我们去请来自中国的来宾啊，他们可能可以更加客观的去探讨中国的经济。那在我们邀请到中国的来宾之前呢，其实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一位，他也可以算得上是中国通，他很早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开始发展，而且对中国呢，不管是经济或者是社会政治，他都有非常详尽的一些的观察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请到这位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罗伟雄。哎，能杰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罗大哥，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我相信其实对观众朋友来说，应该对你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我实际上在很多电台都有露脸了，还有包括电视台都有露脸了。是，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您在中国其实是耕耘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嘛，对不对？这样子说吧，我应该是最早到中国去讲 EMBA 的马来西亚老师，而且我在中国住了5年，我对中国比一般的马来西亚人来讲，认识深了一点点。因为我去教课嘛，我去教课我就必须要了解当地的政经文教，也要了解当地的历史等等，所以我对中国的普遍上的一些发展，再加上到了今天，我前天我才从深圳回来，所以到了今天我还在跟中国有紧密的沟通，而且我的所有的学生基本上全都是老板，所以我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还有现在市场的动态呢，都有一手的资料。是，老师，你刚才提到说你跟中国的企业家、跟很多的中国老板都有非常密切的这样联系。那其实你自己刚刚从深圳回来，你自己观察现在中国的景气如何呢？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很像景气不太好，真的是这样子吗 ？OK， 这个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哈。如果你不看报纸，你就是这样子买一张飞机票，你飞去深圳，你走在街上，你去搭地铁，你完全是感受不到中国有所谓的萧条。比如说那天我们去福田区，深圳的福田区的那个会展中心，我们去那个市民中心，就是全深圳最大的书局，那边有很多餐馆，我们去那边吃饭，基本上每一个餐馆都是人满为患，每一个餐馆都要排队，结果我们选了一家最少人排队的餐馆去吃饭。所以如果你单凭看表面，你完全感受不到中国有这个萧条不景气。OK， 但是如果我们先开这个表面，看真正内部的问题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说，比如说双11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店家都说撑不下去了，甚至有蛮多倒闭了。是的，所以今年是最清冷的、最寒冷的双11。是，甚至可能是黑色星期五也没有办法，连数据都没有公布。你还记得10年前他们有公布现在多少秒破多少亿，多少秒破多少亿，多少分钟半天又多少亿，现在连这个数据完全不公开。所以其实中国的景气它
为什么会让大家会觉得说不如以前？我们就不说萧条了，就是跟如果像双11的买气跟去年或者前年比较起来，甚至可能跟这个疫情的时候比较起来，都比较惨淡。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OK， 目前中国所遇到的困境主要是分成几个部分来看哈。我们要看第一，中国增长的模式，过去40年。就好像在90年代朱镕基所讲的，靠的是3头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目前只剩下出口这个马车还在跑，消费和投资都已经熄火了。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那么当年的投资靠什么？他们讲的靠铁公鸡。就是铁路、公路还有基础建设，对吧？那么经过这40年或者这30年，中国这个基建狂魔要造的路、要造的公路、要造的高铁、要造的地铁要造的基础建设、港口、机场几乎都建完了。所以这方面的增长已经差不多耗尽了。接下来就是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真正来讲是从大概在2000年01、02年开始起飞经过了20年，中国的房地产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现在中国面对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呢，对中国的经济的增长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什么呢？如果用广义来定义房地产呢，它所对于中国的影响大概是 GDP 的1/3到40%，看你怎么去定义。所谓这广义，为什么是广义呢？因为你建房子不只是水泥、钢铁等等，你还有包括后面的装修啊、家具啊、家电啊等等，它的供应链特别的长，所以突然之间呢，这些东西全部都已经破灭了。所以一下子你要找40%的这个空缺去填补，这个是不容易的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就是中国政府地方债务，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中国政府的债务呢，现在都面对很庞大的问题，是拖累着银行，他们政府甚至有些小地方小镇，很多国营企业、国营单位、小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导致中国现在非常困难。因为这样子困难情况之下呢，导致了老百姓第3头马车消费不敢消费了，他们叫做消费下沉。以前我1年买一个 LV 包包奖赏自己，以前我每2年换一台豪车，现在基本上这些东西都不干了。所以你看豪车，比如保时捷啦、奔驰、宝马啦，那种名牌的包包 LV 啦、爱马仕啊，他们都在面临双位数的销售的下跌，从数据上完全看得到的。另外一个很可怕的数据就是在疫情前，就是2020前，全中国的美团的外卖小哥大概就是500-600万，现在已经去到了1300万。为什么？因为年轻人找不到工作。OK， 对，青年失业率很高。现在公开的数据大概是22%到23%。各位，你想想看，4个年轻人里面有1个是失业的，这个相当高，并且这个的定义还是很窄的，你知道吗？他还有很多这种失业的人没有算在里面，那种自我劳动找不到工作，然后自己打散工，这些人全部没有包括在里面。所以中国的情况的确是严峻，这个是目前中国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一次的经济形势。老师，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关于这个房地产还有接连的这些效应之外，那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外资现在正在撤离中国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中美贸易之后，然后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所以其实我们有看到有离开的。那比如说我们也有看到像富士康，他可能本来离开了河南，然后现在好像又回去了。所以老师你自己观察的情况是这样，是真的这么多人都离开吗？然后那边的企业的经营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OK，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刚才我们讲的3头马车嘛，虽然说中国的出口其实还在增长，但是它的增长已经去到了单位数。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经济的体量是全球第2，出口量是全球第1，它已经去到了7-8个兆，太大了这个出口量所以它的增长率已经是单位数，并且现在出口也只是占了中国的 GDP 的大概是少过20%。但是随着2018年
3月特朗普发动贸易大战开始，中美的关系就一直走下坡。到了2021年拜登上台，拜登其实还在持续着特朗普的贸易的政策，还在科技战加码，OK， 就是要掐死中国的高科技。所以这个信号已经很明显，中国无论做什么，美国就是要把你干掉，就这么简单。简单来讲就是2个字：脱钩。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企业家是最敏锐的，大家都看到。所以目前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外资加速的撤离中国。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是一个外资，我知道我在中国设厂，我一定是抬着这个 Make in China 这个名字，对吧？我出口到美国去，肯定就会增加关税。所以呢，如果我是外资，我没有必要留在中国，我就撤。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企业本身也在酝酿出海潮，非常明显。今年1月，吴晓波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财经大咖，他们的团队就找到了我。去杭州帮他们录制了一个6个小时的一个节目，叫做投资东南亚。我一口气帮他们讲了9个国家，除了文莱我不说之外，就东南亚9个国家的状况。然后呢，5月他们又邀请我去跟浙江的浙商跟他们谈谈投资东南亚啊。然后呢，还有就是6月他们又邀请我去新加坡他们的海外的峰会去谈谈投资东南亚。所以这几个已经很明确的看得到中国的出海潮已经来了，也因为外资撤，中国的外资是历年来最低他们的投资额是最低，然后再加上中国的企业在出海，所以呢，这一切呢也加剧了中国内部的问题。但是其实老师，中国它这么大，难道它的内需没有办法去支撑它的企业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有人说，除了美国的市场之外，因为在历经了特朗普 1.0 之后，所以其实很多中国的它的这个市场，它的出口已经是多元化的去进行多路径的去进行转变，所以可能在面临2.0 版的这个特朗普的时候，中国似乎是比较做好准备了，因为它可能市场多元化，它不只是出口到美国，它也可以分散出口到东南亚或者是欧洲的国家。你这个问题我要分拆几个部分来回答。先回答你第一个提出的问题，中国的内需。现在其实中国是陷入了就是由这个顾朝明Richard Koo OK 的那个所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这个理论，英文叫做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顾朝明 Richard Koo 在1998年提出这个理论，当时他是解释92年日本房地产泡沫所带来日本的消失的10年，那是1998年是10年，就是日本的经济不振嘛。 OK， 为什么 OK？ 问题就在这里。他的解释就是，当每一个人都是负债着很重的那个房地产贷款的时候，当他们看到房地产泡沫破灭，当他们看到房价在跌的时候，每个人优先的就是先去还房贷。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因为我的钱就是那么多，我要去还房贷，我还了房贷之后呢，我就会走向消费下沉，这个就造成刚才你说的没有错，中国的内需是很大，因为中国现在是中国的 GDP 是19.8兆但是呢，消费只占了他们大概40%而已，它不多，不像美国，美国消费占他们大概6成半，它只有4成，这个就是现在目前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刚才老师你已经聊过这个内需的这个状况了嘛？但是其实中国它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吗？除了美国之外，美国市场之外，它没有世界市场这么大，它不能够把出口到其他市场吗 ？OK， 首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的经济总量是28个 trillion， 中国才19.8，它是28，所以这中间差了10个 trillion。各位观众，10个 trillion 是10兆，你知道10兆是多少呢？你写一个10，后面要加12个0，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经济体 ，OK， 并且美国是消费带动的经济体，美国的消费占了它的65%，所以你想想28个 trillion 里面有65个%是消费，所以这里你就看出来美国的市场有多大，这个是第一点所以变成
全球最大的市场就在美国，你做什么都好，你绕不开美国，所以这个是特朗普看得很准的一件事情。这为什么他敢用关税来打击全世界？这次的2.0的特朗普比1.0的特朗普呢，首先老成很多。2016年他有执政经验了嘛？对，2016年他上台，然后呢，他经历了很多。你看他的那个换，好像车龙转这样子，一直在换人，一直在换人。为什么？因为他当时他没有自己的班底，他完全不懂找谁去做他的那个部长，所以一直在换人，不合适就换，不合适就换。好了，经过了这4年的卧薪尝胆 ，OK， 在野，那么终于这一次赢了，他回来了。你看，他是马来西亚时间11月6号就当选，短短的3个礼拜，他的内阁就成型了。速度非常快，非常快。OK， 并且呢，这一次他的内阁有什么特征？第一，很多富豪，很多亿万富豪。OK， 包括全球最有钱的人都在里面。OK， 第二，非常鹰派，就是强硬派。作风很强悍，就是这些人以前在外面公开的演讲的时候都是很强悍。强悍在哪方面呢？反华。第三个，他们绝对支持以色列，他们是绝对支持以色列啊。还有呢，他们全部都很相信一定要用关税来遏制这个美国贸易的这个逆差的问题。所以这一些人，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现在美国所面对的困境，包括制造业空洞化，他们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所以这些都是他们非常了解的。所以这一次特朗普他的那个，我就挑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来讲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他的国务卿，也是他第2个委任的一个内阁部长啊。这个国务卿叫做 Marco Rubio。他是绝对的鹰派，他在2020的时候呢，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还有支持新疆的问题，被中国制裁。各位，你想想看哦，美国的外交部长的职称国务卿是被中国制裁的，对吧？换句话说，他是不能够去中国的。但是呢，特朗普偏偏找他做国务卿，明知道你不能够来，我就找你做国务卿。好了，问题来了。所以他对中国的政策，我们是可想而知了。可想只有更强硬，没有，就是不会特别强硬，只有更强硬。是。第二个呢，就是 Howard Lutnick， 这个是他的商务部长。商务部长呢本身呢也是一个反华派，他也是亿万富豪 ，OK， 并且他是讲明了的，他一定要关税来打击中国 ，OK。然后第3个是 Scott Bessent。Scott Bessent 是何许人也？也是个亿万富豪，并且呢，他是索罗斯主要后面的决策人。换句话说，过去这么多年，索罗斯发动了这么多场所谓的那种货币战争，包括1997年对东亚的，1991年对欧盟的。OK， 这个人都在背后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干将。第4个成员就是他的 Trade Representative Jamie Greer， 他是何许人也？他是 Robert Lighthizer 的幕僚长。换句话说，2018年发动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呢，他是后面的主要的起草人物。这个第一点。第二点，他又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订过 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变成是美墨加，就是 US。Canada and Mexico Agreement 美墨加的这个协议 ，OK， 就是他起草的。现在他是坐正位，他的 Trade Representative。你看各位 ，Marco Rubio、Scott Bessent， 这个 Howard Lutnick， 再加上这个 Jamie Greer， 4个人物都是主导很重要的那个里面的主导的财政和这个商务的话，还有贸易。都是强势硬派，并且他们是有经验的，而且他们是做过这个工作的。所以各位，特朗普 2.0 就可想而知了。是，特朗普 2.0 不只是特朗普而已，他的这整个幕僚都是鹰派哦。但是其实老师啊，中国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你刚才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房地产啊，这个泡沫化的问题，其实很像中国也有想办法要如何去来扭转这个局势，还有包括了现在面对了美中贸易战，其实
中国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拿不出来吗？ 这样子说吧，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们这样子看哦，虽然特朗普针对的是中国，但是特朗普团队其实不只是针对中国，对，所有跟他有贸易逆差的这些国家，他可能都要动手。你看他出的第一招，其实让我们全部人都傻了。OK，第一招就是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征关税25%，然后呢再追加中国关税10%啊。首先为什么这样子做？其实这个就是能姐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2018年当中国被美国增加关税的时候，平均关税是19.5%。OK， 占了中国出口到美国去大概是七成的商品。中国的出口到美国去，过去2018年到2022年的确在下降，没有错，在下降。但是中国出口到墨西哥去增长了70%。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企业就到了墨西哥去设厂，然后呢，就从墨西哥把产品运到去美国去卖。是，所以特朗普看到了，所以为什么你看啊，他还没有上任，他就说我会征收墨西哥25%的关税。其实针对的是谁？针对还是中国的产品。对，至于加拿大呢，他是陪葬了啊，因为墨西哥跟加拿大还有美国，他们是美墨加的那个贸易伙伴嘛。加拿大首相 Trudeau 打了个电话给特朗普，特朗普就安抚他4个小时，小事，免给，不要怕，没事，就这样子啊。所以这里已经看得出来了。然后呢，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的太阳能光伏板，4个国家中了，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也中，马来西亚中的是51%，越南中的最重271%关税。为什么？如果你仔细去看，出口去美国的这光伏板的企业全都是中国的，所以都中。换句话说呢，现在中国要做的，为什么出海潮？他们就是要把供应链打散。OK， 我跟你讲另外一件事情哦。过去这1年，我陆陆续续接待了很多中国的厂商，其中有一个他告诉我，他说我们的方式是这样子，记住啊，那个是特朗普还没有上台，是几个月前哈。特朗普会不会当选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中国国内他们已经达成一个共识，无论谁上台，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是必定是打压，所以他们现在做的方式就是化整为零。比如说，我见了这个中国厂商，他是一个商会的秘书长，他就跟我讲，现在呢，我们把我们的厂的东西全部打散到5-6个国家去 ，OK， 越南、土耳其、巴西、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他完全打散。这个就是现在中国要走的策略，就是把供应链全面打散。当然，说一句实话，特朗普的团队这样子做关税，中国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中国现在是拼命跟其他的贸易伙伴进行连接，比如说中东、非洲还有欧盟。欧盟现在跟中国拼命在谈判，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特朗普打的不只是针对中国，他是针对全球，所以欧盟现在也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尤其是德国，因为不要忘记，德国对美国的顺差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就是接着下来，中国有可能就实现大联盟，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就不带美国玩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看会看出来发展的情况。其实刚才老师你提到说，现在因为中美贸易战，然后整个供应链被打散，那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它就是其中一个受益国嘛。前阵子呢，其实也有人担心说，包括了像是中国的产品来这边贴牌，然后再出口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到马来西亚等等这些的声音，其实都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有更多的本来不管它是不是中国本土或者是国外的厂商，本来在中国设厂，现在都来到东南亚设厂嘛。那你觉得这个其实这样子，马来西亚受惠的，或者东南亚国家受惠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还会再延续多久呢？我觉得还有多久的这个福利可以享呢？这个红利嘛，最少3-5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次中国出海潮相当庞大，他们是很认真。因为这次出海潮跟10年前的一带一路又不一样。10年前的一带一路，中国很多企业不是来到马来西亚吗？大部分都是中资企业，记住。只要那个企业抬着中国2个字，
它就是中资企业。而中国两个字在中国呢，好像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你注册不到的，只有政府才能够注册中国两个字。所以你看到中国铁建、中国建筑、中冶集团，这是中字头，我们叫做中字头，都是国营单位。国营单位对我来讲是另外计算。这次出海潮呢，90%都是民营企业。而这些民营企业呢，他们的处理手法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啊，并且他们已经很意识到全球布局是他们一定要走的一条路线，他们已经没有别无他法。当然在这里就两个原因造成了。第一个原因是外部原因，特朗普的打压，特朗普的关税逼迫中国企业必须要出走，避开关税，对吧？第二个呢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经过了40年的发展呢，基本上也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出口了，出海了。另外一点呢，中国的人工已经不便宜了，千万不要以为哎呀中国劳动力便宜，我告诉你各位观众，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比马来西亚还要贵了。当我在中国做很多讲座的时候，他们就问我，罗老师，在马来西亚一个应届毕业生工程师的薪水大概多少？我说，在马来西亚一个应届毕业生的工程师大概马币4000，人民币6000。你猜怎么找？下面的老板就哇，那么便宜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儿子在中国留学，我用我儿子作为一个 sample 哈，他是在浙江大学读机械工程的。他毕业的时候，他有尝试去在中国找工作。他给我看到那个 offer，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12000人民币到15000人民币起跳。是，你就可以想象，折合算马币8000到10000，马币哦。在这里我们 offer 多少？4000。是，所以从这里就看得出来，真的，他中国人劳动力已经不便宜了。是，但意思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劳动力呢，可能还是比较便宜，但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现况，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开心了啊。OK， 好，老师最后呢，就是还是要请教您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对于中国的经济呢是非常的悲观哦，因为没有希望了，只会继续的往下沉而已。你自己的观察，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说，中共它无论如何是不会让这个国家走向灭亡的，因为而且不只是中共，包括中国人14亿的人口，难道这个国家真的就会走在经济就只会往下走吗？难道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我觉得这个是极度悲观嘛。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个现况哦，中国的经济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它经历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从1978年到1989年，这是第一个阶段。大家都知道89年发生什么事情，对吧？好了，8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的确沉寂了2年，只不过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那么大开放，所以很多人没有什么感觉。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让中国的经济重新再度起飞。从92年到01年进入了第二个阶段。01年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中国正式加入 WTO。 中国01年11月1号加入 WTO 呢，我们就进入了第3个阶段，就是外资全面进来，中国经济完全彻彻底底的完全起飞。在那个时候，我们终于感受到了中国的威力。那么一直到了2020年疫情来了，他们就进入了第3个阶段。你看哦，在这么漫长的40多年里面，如果我们从92年开始算起啊，中国经济其实是没有经历过衰退的。OK， 衰退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你的经济增长是0，2个季度。是 OK， 但他没有经历过这个。到今天为止，大家喊中国经济不好，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在4%、5%，对吧？所以中国是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的。当然，当中我们不能够只是看 GDP 的增长，我们还要了解另外一个就是结构性的改变。OK， 这个是很重的，这个是 Q 了。OK， 什么叫做结构性的转变 ？OK， 我就用一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行业作为一个例子吧。我就讲我们很熟悉一个行业，旅游业。好，各位，你想一想，过去这20多年，我们的旅游业其实经历了什么？如果你回到去公元2000年，如果你认识一个旅游业的老板，你去问他，旅游业靠什么为生？2件事情，带团，卖机票，卖酒店。
对吧？这个是那时候旅游业所经历的。好了，各位，请问20年之后的今天，旅游业、旅行社还能够靠这2个东西吗？你说卖酒店 ，Hello， 有个叫做 Agoda， 有个叫 Booking.com，你还需要我们去帮你订酒店吗？好了，机票，哎呦，更夸张，是对吧？竞争更激烈，没有了，现在旅游业这个收入完全没有了。好了，带团，哇，我有各种的旅游攻略，我还需要你吗？没有了。这个就是我讲的结构性的改变，就是说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因为科技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而就是现在中国经历的一个严重性的结构性改变，很多东西重新洗牌，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是走向了低谷，这个是个事实。它会不会再重新崛起？我是这样子看的。今年的9月24号，中国的央行行长、银监会还有证券会我们叫做一行一会一局 ，OK， 他们3大巨头都开始降准、降息、降贷。9月24号，这个是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说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中国经济陷入困局了。9月27号，政治局会议把房地产限购完全开放，叫中国的银行开始给房地产他们叫做白色清单，好的房地产开始给他们贷款 ，OK。然后10月8号，那个中国的住建部门开始发动更多的信号，还有10月12号，中国的财政部长也出来开始讲他们要放多少钱。最重要就是11月6号，当特朗普当选之后，11月8号。中国政府发布了10个兆的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的计划，就这些种种迹象已经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政府已经第一承认了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第二已经是拿出一切可行的办法来做这个针对性的方式，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中国它最大的一个武器。这个是很多人可能低估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科技企业的力量是非常庞大的。这一次我带着中国的我的自己的马来西亚的伟仕达市董会的老板们，我们去了深圳，我们去参访了好几个企业，他们的所有的电子的产品几乎都是全球第一，他们都做到了全球第一。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OK 你想想看，你的科技掌握在你手上，虽然最顶级的科技还在美国手上，就是因为说美国要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把中国的科技掐死，就最顶级的在美国手上之外，其实也不在美国手上了，就他们掌握了那个科技而已。中国基本上90%消费产品全部都掌握在中国的手上，这个就是中国最大的王牌。所以中国。能够，我是坚信中国政府能够克服这次的经济危机。当然，这个需要一点时间，不容易，因为他要花的时间最少要3年到5年，这个是肯定的。OK 其实各位，美国也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欧盟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全球都面对着全球结构性的大转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是哇，今天其实。老师来这边跟我们分享的很不一样的一个观点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的经济，然后我们今天也听到了很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谢谢罗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你回来分享。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想要再请教您的。没问题，能姐，我很开心的能够很荣幸被邀请来到这个节目，谢谢。是好，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罗伟雄老师罗大哥在这里所分享的这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一些的内容，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你有不一样的意见，其实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来跟我们一起来做交流的。记得一定要订阅、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财经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